今年6月，受全球高温影响，印度多个地区出现近50度高温天气。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，酷暑难忍的印度人纷纷跳入恒河洗澡降温，无数男女老少涌入恒河，尽情沐浴在恒河河水中。然而，从印度流出的照片来看，传说中的印度圣河好似一个化粪池，河水浑浊，垃圾四伏，甚至有相关机构化验指出，100毫升河水中的大肠杆菌含量竟高达10万个。那么，曾经被誉为养育了印度人的母亲河恒河，为何会沦落到这般地步？从上世纪就开始的恒河治理计划，在投入几十亿美元后，又为何还是老样子？恒河向来是印度人心目中的母亲河、赎罪河，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条河流能像恒河一样，与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结合得如此紧密，与人民的情感连接这么亲近。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区，全长2500公里，流经印度8个邦。恒河平原沿岸经济发达，人烟稠密，为印度最富庶的地区，也是古代印度文化的发祥地。在印度人民心中，恒河具有极强的神力，认为恒河水可以洗涤世界上一切污秽和人间的罪恶。在富庶人家的结婚典礼上，如果能给新婚夫妇洒上几滴恒河水，那是莫大的荣幸。有些住所远离恒河的印度教徒常常会长途跋涉，身背铜罐，到恒河岸边取回一点恒河水。在印度人心目中，恒河水是纯洁的，它接触到别的东西也会将它们净化。这种理念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念。不过，恒河水本身富含矿物质，净化能力的确强大。直到今日，恒河上游的河水仍然比较纯净，但到了中下游地区，恒河水明显污浊了不少，净化能力更是敌不过印度人的污染能力。恒河的污染首先来自沿河城市和工业的过量排污。恒河流域人口密度太大，它主要流经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等印度人口最密集区，前者人口2亿多，后者人口1亿多。恒河沿岸共有29个大城市、70多个城镇以及数以千计的村庄，生活废水全部排入恒河中。据粗略估计，沿河城乡每年会从恒河中汲取49亿立方米的河水，与此同时也会返还恒河15亿立方米的污染物，平均每天达13万立方米。2020年，随着恒河两岸人口数量达到10亿，每天恒河接受的污水达到25万立方米。在生活污水和垃圾中，无法分解的塑胶所包裹的工业废料是对恒河污染最严重的污染源。恒河沿岸的化工厂、造纸厂、农药厂、皮革厂都是这类污染的祸首，而这样的工厂就有200多家。还有，印度人粪便排放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小觑。据统计，恒河某些河段中的大肠杆菌含量超标280倍以上，100毫升恒河水大肠杆菌量达到10万个。重度污染的恒河水已经给印度人和当地生态带去毁灭性打击。据印度卫生部门统计，经常在恒河中沐浴的印度人，40%至50%都会患上皮肤病和消化道疾病。印度80%以上的疾病以及1/3的死因都与水污染疾病有关。污染不光威胁人类的生存健康，也对恒河140种鱼类、90种两栖动物和濒危恒河生物造成威胁。现如今的恒河自净能力大大削弱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水体安全线是5个厌氧微生物每毫升，恒河却达到了破天荒的1000个每毫升，超过安全线200倍。恒河的治理早已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印度人就意识到了恒河水质污染问题，但实际治理恒河的行动计划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。1985年，拉吉夫·甘地当选总理后，在其首次政策演说中就提到要根治恒河污染问题。总统载尔辛格在议会开幕讲话中也提出，将治理恒河列入政府10项施政纲领。接着成立了恒河管理局，由拉吉夫总理亲自领导。管理局随即出台了有关保护恒河的管理法案，对污染恒河的行为列出分级处罚措施。未经允许阻碍恒河水流动，最高可判处5亿卢比罚款；未经允许在恒河边建立永久性建筑，将面临5年监禁。同时，一切有可能对恒河造成污染的采矿、采石、开采地下水活动都被列入打击对象，这些活动可能招致2年监禁、100万卢比罚款。政府还批准成立了恒河保卫部队，该组织有权逮捕任何违反恒河管理制度的人，并将其送到警察局接受处理。此后几十年，印度政府先后拨款400亿卢比，试图建立起恒河水处理系统，并针对污染行业进行改造。沿岸北方邦、比哈尔邦等地区也纷纷投入人力物力展开治理工作。恒河管理局协同有关环境保护单位，在沿岸建立起检查测量机构，要求工厂建立净化设施，禁止直接向河内排放污染物。恒河治理还受到国际社会关切，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。法国向印度援助5300万美元治理款项，
美国、德国、荷兰也纷纷给予财政和技术支持。但从恒河治理的实际效果来看，显然不尽如人意。2014年，莫迪上台后，信誓旦旦地宣称将致力于恒河清洁、控制污染，让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。为表明致力恒河的决心，莫迪直接将自己的议会席位选在了恒河河畔的圣城瓦拉纳西，在这里每天有数百万人朝拜恒河。2014年5月18号，莫迪在瓦拉纳西进行国会选举大胜感恩祷告时表示：“我们将对恒河进行大清理。在这里，我向市民提出恳求，希望你们能帮助恢复恒河原本的辉煌。”同年7月，莫迪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心宣布开始实施名为“致敬恒河”的治理项目，制定了76套恒河治理方案、236个子计划，宣称将在5年任期内拿出2000亿卢比净化恒河污染，实现恒河的自我更新。在莫迪的计划中，恒河将在2020年甘地诞辰纪念日前完成全部清理工作。但从事实来看，莫迪的任务显然完成得很不理想。恒河流域只有1%得到了治理，其他流域依然是重污染区。236个子计划只完成了63个，41处抽检区域仅有4处达标。2018年7月20号，印度国家审计总署在考察恒河治理项目时发现，各项工程进度距离竣工均遥遥无期。治理恒河，印度历届政府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莫迪也不例外。于是乎，便有了近日高温天气下，印度人纷纷涌入泥潭般的恒河中洗澡的场景。这一幕不禁让人发问：恒河治理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可为什么就是不见成效呢？探究恒河的治理难题，还要从恒河的污染入手。与世界上其他河流不同的是，恒河有一个特有的污染源——宗教习俗。按照印度教的习惯，恒河沿岸的信徒每天都要到河中沐浴一次。每天拂晓，天色尚未放亮，大小城市沿河的台阶上便会聚集大量人群前来洗澡赎罪，并喝上几口恒河水。圣河沦为印度人的大澡堂，自然会带来严重污染。虽然印度教徒不承认这一点，到了印度教节日，沿岸还会举行各种形式的庙会，规模大点的一次就有上百万群众参加，他们都要到恒河中洗浴一番。每次庙会过后，恒河水污染指数就会猛翻几倍。印度教徒们还有一个奇特的愿望，那就是死在恒河边上。遗体火化后，将骨灰撒入圣河中，因此在印度各地常常能发现一些朝圣的老人，他们跋涉千里，只为前往恒河边，让自己魂归圣河。据说这是免罪升天最快捷的办法。恒河沿岸城市里有不少火葬场，早上死者被抬来，架上干柴烈火焚化，到了第二天，不管尸体有没有被彻底烧成灰烬，都会被直接抛入水中。如果是不满10岁的小孩，或是患上某些特殊疾病而死不能火化的人，整个尸体会被直接丢入河中。因此，要想治理恒河污染，首要举措就是逐步改变民众向河中抛放尸体和骨灰的习俗。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。印度目前人口超过14亿，其中80%以上是印度教徒，信众们坚信恒河是最干净的，甚至一边泡在泥浆般的恒河中洗澡，一边也不愿承认恒河的污染。如果政府强制推行恒河治理，不许民众去河里沐浴，禁止骨灰和尸体抛放，亿万信众势必不会同意。在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，任何政党和政府都无法公然禁止教众们在恒河中的宗教行为。因此，印度历届政府都不敢下定决心强制推行治理恒河之举，更多还是采用疏导劝阻的行为。这种情况下，印度人根本意识不到恒河污染严重的问题，也就注定了政府的治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即便取得成效，也会很快被没有环保意识的印度人再次破坏。其次，经济因素也是导致恒河治理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。近些年，印度经济发展很好，年均增长率高达7%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经济贡献正是来自恒河沿岸的污染工厂。如果对这些企业实施管控，印度经济将受到一定影响，这对于很大一部分民众还生活在穷苦中的印度而言是很难接受的。与治理恒河相比，解决底层人民的生存、加强文化和技术教育等问题显然更加紧迫，也更容易让印度人接受。莫迪治理恒河的计划之所以无法践行，就是因为各个项目的资金缺口从8%到99%不等，预算中的2000亿卢比治理经费最终只有不到25%真正用来治理污染。在全国绝大多数民众反对，政府也拿不出钱的情况下，恒河治理自然遥遥无期。恒河污染早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就成了困扰印度的老大难问题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印度投入了几千亿卢比，但仍然不见起效。归根结底是印度人的宗教习俗太过根深蒂固，导致恒河一直处于一边治理一边污染的情况，且后者的进度要远比前者快得多。时间一长，印度人心中的圣河自然成了现在浑浊污秽的臭水沟。